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是 G318川藏线的第8天，今天我们要前往芒康，距离105公里，爬升1700公尺。接在我身后的就是昨天晚上所抵达的巴塘，整理完行李，还没吃早餐，谢谢大好天气，已经8点钟了。昨天真的搞得非常的累，距离骑乘很远，结果还很兴奋，打网志、剪短片，弄，晚上1点，其实我也只睡4个小时而已，好险！今天的海拔比较低，路线也比较轻松，希望今天可以早点抵达芒康休息哦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吃个早餐。没想到在旅馆的隔壁就有卖早餐了。昨天因为有80公里的长下坡，稍微检查了一下来令片，没有问题，重新上了链条油。今天这个大太阳的天气，应该就要时时刻刻戴墨镜了。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就在这个巴塘，今天我们只要前往芒康，看起来距离短短的，对不对？中间要爬升1700公尺啊。在后面一天，我听说绝巴山好像有隧道打通了，但是我网络上还没有查到资料，到时候再看哦。至于拉萨在哪里，拉萨还有好远啊，每天光想明天的事情就够了，还想不到这么远的布达拉宫。今天早餐学乖了，不要点那些面啊、饭类主食这样，每次都好大一碗吃不下，让你一开始早上骑车就很油腻、肚子痛，所以就点了清淡的茶叶蛋。结果没想到那个茶叶蛋口味还有点重，还好有无糖豆浆可以配着喝。今天也决定直接使用低风阻模式，缺点就是东西比较难去拿到，零食只能放前面的小包包，如果还不够吃的话，那你就要拆弹力绳从后面拿。飞空拍机那些也是。今天抵达芒康的距离比较短，过程中我们再适应一下咯。先出发了 ，Go Go， 骑起来再说。Java 跟码表要记得开，每次都忘记。前面这个盘旋而上的路，是我等一下要走的吗？出发之后，我们沿着峡谷之间缓下坡下溜，这一条叫做金沙江。再骑下去，我们要过桥，跨越金沙江之后，就是开始蜿蜒爬升了。不得不说，中国的基建看起来真的很夸张，很扯。从早上开始，我们就一直沿着身后的金沙江一路前进。不得不感慨中国的地大物博。我原本以为早上就是下溜一下子，转个弯过桥之后就要上坡了，结果这一下子这短短的20公里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再骑个10公里左右才会过桥，开始进入我们真正的上坡。在地图上面看到的一小节，实际上都要骑个2个小时。金沙江顾名思义就是这边河底常常会产出一些金沙，这里也是长江的上游，沿途都有很多大型规模的水力发电站。终于不是一直在讲骑脚踏车的事情啦，趁着早上下坡还有心情还有余裕的时候，讲点知识性的内容。金沙江高低落差跨度极大，可达3000公尺以上，所以沿线航运非常的困难。相对的，水力发电就非常的兴盛。所以现在画面没有看到湍急的江水，是因为大坝发电节流所呈现的高峡出平湖的特殊景象。金沙江也是西藏、云南、四川的天然分界，在课本里面学到的一山一河流，主要就是由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所平行排列而构成。只是接下来就是要用脚踩啦。这时我心里还有点忐忑，不知道检查点设在哪，生怕漏准备了哪个环节或证件，那后续行程就全部泡汤了。脚踏车要检查吗？好，谢谢。早餐吃的少，果然一下子就饿了。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宫爆鸡丁有吗？宫保鸡丁。辣椒不要。辣椒不要。对。好，那什么？好，有饭吗？有。好，我一半就好。啊。不用太多，谢谢。
现在大家开始画啊。好，谢谢。好有食欲啊！打磨那个凉饮冷饮都不喝得很好。好，谢谢。热腾腾的白饭，分量刚刚好，再配上这个不辣的宫保鸡丁，哇！等一下还要爬坡，现在这么轻松逍遥自在，真的好吗？这绿绿的蔬菜清爽，这是什么？吃完饭时间也将近10点半了，从早上出发到现在都是沿路下坡，一点爬坡都还没解决。今天还要爬升1700啊，真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，只是把钱包换成后面，就觉得这1700可以爬得轻松吗？其实我不觉得。今天这个超级大太阳，等一下一定要狂补水。我光是站在这边不动，我现在就想脱外套了。先脱一半好了，因为在这个尖沙江河谷有照得到阳光的地方，还有阴暗面，这种时候就很难穿衣服，一下热一下冷。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在6点前消化掉今天所有的爬坡咯。终于来到了这一刻，西藏的行政分界就在尖沙江的对岸了。我骑车最在乎的是地形气候，反正前几天的地理分区也是属于青藏高原，照常骑车差别应该不大吧？但骑在车上的是人，就需要吃喝休息，道路的品质与经费。这就跟行政分界息息相关了。事后回想起来，好险有在离开四川前吃了那一份饱足感十足的宫保鸡丁，也刚好有把2瓶水带满。这条江水的实质意义比我想象中还来得深远多了。经过昨天的高山草原、青山绿水、高原江南之后，现在又是一个全新的景色，这该怎么形容呢？台湾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，不知道要拿什么来比喻，大家就自己看画面感受一下啦。太不住了，讲着可以防晒，防止皮肤晒伤。现在26度，大太阳底下爬坡，哇，好热！不是有那种农夫戴的帽子，有一圈土星环，旁边可以挡阳光，戴这种脚踏车的安全帽，左右两边，今天骑完一定会被晒伤。爬坡爬得满身大汗，有时候安全帽真的戴不住，墨镜一拿下来往前看，整片白茫茫。又学到了一个小技巧，刚刚进隧道，我戴着墨镜是完全看不到的，所以我是盯着眼前这个360的萤幕，360相机会自己调光圈，再加上有前灯照明下，其实看萤幕是看得清楚前面的。转往金沙江上游支流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原始河流的湍急程度，以及高原上深切的峡谷、脆弱的地质环境。裸露的岩石表面被落石砸开的道路护栏，都暗示着四川巴塘的安稳结束了。接下来是全新的篇章，不一样、崭新的风景与挑战。现在海拔2670，相较于前几天海拔低了不少，骑车起来也比较有劲。但现在跟身体无关，单纯就是陡坡、大太阳、外在条件下的无情碾压，爬坡速度自然会慢，也会喘。还好这边在青藏高原，海拔算低了，不然眼前一个又一个的陡坡，不牵车也难。谢谢，谢谢。更正，我觉得这一段峡谷地带还是戴一下安全帽好了。可以看到沿途就很像台湾东晋五岭太鲁阁峡谷的景色一样，旁边全部都是挡土墙，还有防止落石砸到车道的拦截网。地板上也可以看到坑坑洞洞的。相较于前面几天国道318的路况算是比较差，但也绝对属于好骑的范畴。在这种恶劣的地质环境下，就没有腹地，没有商店了。吃的有昨天热量超高的压缩干粮，喝的至少要2瓶水带满。下雨天这一段路会有落石风险，大太阳又很晒，所以今天的运气已经算很不错了，就多带一点水吧。反正爬坡消耗的很快，一下子就灌掉1瓶了。新竹海这一系列的隧道是真的黑，不开灯完全看不到，反光片的数量也没有很多，
一定要带一个前灯在车上。现在我戴着墨镜完全看不到，全部都是看着眼前360的荧幕在骑车。飞一下子就好了，好恐怖哦！在这个山间峡谷，墨镜一拿下来才发现，全部都布满着电线，加上你一个素材大概都要拍个5-6秒钟以上才比较好剪辑，可能速度很快，一下子就撞到山壁了。从一开始看到裸露的岩石、峡谷美景，非常的震撼。到现在骑了2个小时，还是这样的景色，有点呛。不是说骑车骑不动，而是不知道拍片要讲什么，就一直骑车，一直骑车。顺带一提，这边的海拔2950，所以大家看到我现在穿着一身轻便的衣服，就知道太阳光的威力有多大了。哦，前面有看到几栋建筑物，有没有个小商店可以让我买一下饮料，转换一下心情呢？加油！下午2点半，海拔又默默回到了3275，已经无感了。其实状态是 OK 的，只是现在午后的阳光洒下来，再加上连日的疲劳，想睡觉是一点。怎么都是一样的景色，一直骑下去啊！来一个补给点吧！崩溃啊！怪不得之前我在查旅游社的骑行团，都说骑行团呢，怎么会有很多路段都选择搭车？实际骑过一次才知道，要搭车的地方可多啦。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正常的人来骑。现在海拔高度3421，最惨的情况下是你要爬到4001之后下坡到芒康才有完了，开始慌了，水现在就只剩下一小口了，留着最后一点点，当做心里的最后防线，告诉自己，我不是没水，我还有一点点水。我从拍影片到现在，还没有一次是要跟路人求救的，只有路人主动送吃的、送喝的，但是还没有主动去拦车求救。我相信拦车有水，但我还不想打破这一个惯例。但是我现在还不想打破这一条规则，因为我觉得出来旅行就要自己负责。还没有到逼不得已、很不舒服的情况下，就不先用这一招，不然这一招用多用习惯了，就有一种茶来张口、饭来张口。茶是什么？前面可以看到蓝色铁桥，代表这边应该是有工业采矿，有工人就代表有饮食的需求，就代表有商店，该不会只是一条管道而已吧？而且输送的位置海拔很高，从上次喊出崩溃呀，之后又过了1个小时，现在我要喊什么？崩溃呀！根据我在网络上所查到的资料，川藏线的检查点在海拔3600有一座水泥厂，我猜就是这个蓝色铁桥。我也不知道现在检查点还适不适合在那边。睡啦。老板，你们这边有热水吗？有。啊，晕了。刚刚买完泡面，才发现，杂货店的隔壁就是小卖店，红烧牛肉面25块1碗。但最重要的是水，2瓶装满了，还有剩一些，等一下一口气把它全部灌下去。从大热天骑到阴天，起风，开始穿外套了，才终于撑到这一个补给点。这里海拔将近3600了，公安检查站这边中途沿途完全没有补给，只是现在海拔已经3500了，所以泡面没有办法泡得那么开，还有点硬。这瓶果汁喝起来超甜的，可是能量是0，喝起来这么甜，竟然没有热量。身后的就是西藏昌都公安检查站，这边才是真正的检查点。骑脚踏车没有车牌，就来看一下，等一下是怎么样过这个检查站的。成功过了西藏芒康昌都检查站，整个过程只花了30秒，直接拿香港证件就 OK 了。他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有没有骑友，从哪边骑过来的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出于个人兴趣问的，应该跟公安检查没有什么关系。还以为过了检查站就没有卖吃的，结果没想到看到身后还是有卖吃的。
刚刚急了呀！折腾归折腾，现在也已经下午4点了。我们还有一些坡要爬，争取在6点前抵达最高点，7点抵达芒康。接下来就是台湾观众比较陌生的领域啦，尽可能的把接下来的素材拍好，好好的享受骑乘吧。中拉山的海拔4150，坡度又比检查站之前陡峭上了不止一个层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骑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全程没有提到中拉山这3个字。那没错，就是忘记了。沿途有好多什么什么巴、什么什么拉的山岳以及地名，一不小心就会讲错。我猜这些字应该是出自于藏文，不知道是音译还是意义，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意涵。骑到这边，不禁要佩服所有在这条路上的徒步者。除了刚刚的检查站，下一个补给站就要到芒康才有。事前的规划，当下的调配几乎没有什么容错空间。很明显的，这一次爬坡的过程抵达芒康，就是没有考虑到水的问题。但单车还可以靠意志力、速度去弥补，行李重量也全都是压在车架上，至少身体是没有拘束的，心态与压力比徒步者轻松了不少。从刚刚的村落出发，现在一路都是陡坡，都有办法在单车上维持一个动态平衡，不会像前几天一样必须要停留下来休息。只是这个平衡目前也很微妙，就是你抬头只能看一眼，呼吸也不能乱，然后你要挑缓坡的时候，屁股站起来松一下，疏解一下疼痛，这样就可以一直骑下去没问题。大家也都知道嘛，第一次你2公里休息1次，你第2次可能就是1公里，第3次就是500公尺。现在就是一样，第一次当一个好榜样，我觉得一路把这4公里归完不成问题。就这样子一路不要休息，越靠近山顶风越大。风好大。如果这一次G318川藏线是顺风的风向的话，会轻松很多。至少我已经尽可能的解决前面风阻的问题啦，不然这也是没有办法踩的程度。再往前，水平距离280公尺就到了，加油！然后等一下再往上个10几20公尺，之后就全下流了。呜呼！唉，又疯了一个单车骑士。中拉山海拔4150。不得不说 ，DJI 真的蛮厉害的，什么东西全部都自动化，姿态控制，风大的时候的应变能力。在7公里。哎呀！7公里陡下坡，一下子就溜到了芒康。虽然路况有点差，但就是小心一点，视野放远就没什么问题。我还没有找住宿哎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洗衣服、吃饭、住宿全部凑合在一起的。这个大风天气不想跑太远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马上定了是吧？哎，还没定，还没定，把单车放在上面，好，帮你排一下。这么好，谢谢。也是，他的那个桥还行。你的住那公司哦，我不吃哦，走，一个房间多少？80块钱。好的，给你80，给人家是100。好，谢谢。给你，本来就是嘛，是吧？兄弟是骑力的，这骑冷不冷？哦，冷啊。冷啊！我看你流鼻涕了，应该是冷。风很大。风对。那里有纸巾吗？哎，有热水要不要？今天骑了多少点？8趟骑过来。8趟骑过来的，厉害。附近有洗衣服的地方吗？我这上面就有啊，上面就有。对对对，外面洗要钱，我这不要钱，免费的。好，谢谢。可以。等一下我带你去，你上去你拿什么东西我帮你拿。好，稍等一下。你把这个水打开之后，要打的这个水位置有多高，然后你再打开这个，它就是滚了。滚完之后，这个水很脏了啊，你把这个打开。这个本来是这样，你把它打开，这个水就从这里流出来了。可以，好，谢谢大哥。好，没事，谢谢。好。带大家来看一下80块人民币的一间房，整个大窗户大景。
今天我们骑了102公里，爬升1750，算是平均有达到标准美好的一天。以前我在骑日本篇的时候，都是要把阳光用得淋漓尽致，可是现在在 G318 国道上，阳光不是限量的资源，体力能力心态才是有限的。爱折腾了，每天都要爬一座山。首先是长距离没有补给品，超级晒，接着开始吹逆风、冷风、怪风，让你最后一段路陡坡整个卡在那边，就连下坡下到市区，这个风吹到哦，真的很冷很冷。所以今天也想对自己好一点，刚有查到40几块钱的饭店，但是我看了图片，我觉得这间100块的比较合适，结果老板还送我80，还有这个生活体验区拟真触感飞机杯，扫码就可以直接使用。我的天，哇！看有没有学校在哪里啊？不到老公。谢谢。你一个人骑，你打算从哪里出去？拉萨坐飞机，拉萨。你这个车要搞多远？要打包，用那个箱子包起来。那还有好远呢，要到拉萨。明天村落多吗？可以买东西的地方多吗？那前面就不知道，反正这里的话，这里可以，前面不知道。有是有，就是藏族人开的小卖部是有，他卖的那个东西跟我们的东西不一样，你价钱不一样。对对，价钱不一样。这个东西你反正你在这里买的话优惠一点。绝巴山现在有没有隧道了？绝巴山对，现在还够高嘛？还在搞，所以还是要爬上去。对对对对。其实你可以搞那种带电的，上坡就可以用电。哎呀，不行啊！上次我有个人骑单车，就是带的那个电瓶啊，很小，没用，用不了多远就没电了。对，高海拔又冷。对7点半抵达，洗衣服、吃饭，东西弄一弄。现在时间已经10点钟。其实我蛮喜欢在地人悠闲坐在1楼大厅聊天啊、泡茶这种感觉的。人生有很多种过法，你可以安稳的上班，你也可以回老家种田，你也可以尝试大冒险挑战一波。也没有说哪一种比较好，你也可以在骑乘了辛苦一整天之后，洗完澡坐在大厅，喝着老板泡的热茶聊聊天。哎，要不要来一根华子？旅行当中的每一天真的好累好充实，都还来不及回想回忆，你就必须要准备下一步明天的路线了。大家也发现吧，我北海道一天的骑乘时间可能是16到18个小时，可是来到川藏线，基本上我日出才骑，日还没有落我就停了，骑乘时间大约10个小时而已，因为这10个小时的强度太高了。早上气温还在0度，爬坡之后整个太阳突然洒下来，变30几度，风吹过来的地方，哇，那身体又很冷。我也没有想到难度会这么高，中间还没有补给，每次都搞到很晚，闹钟往后调，又要预约明天的时间了。但是如果明天我要完整的翻过这2座山的话，那我就要早起啦。直到现在前往拉萨的距离里程我还算不出来，还不明朗，太难了这一条路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 G318 川藏线的影片，从巴塘骑到芒康，又多了一座突破4000海拔的高山纪录的影片，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要赶快去打网志，就不要太拖沓了。好像每次都这样讲，因为真的很累啦。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，我是雷哥，拜拜。